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在国际间引发巨大震撼的一件事。就在不久前，国际社会出现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正式承认了台湾国民的存在，这让北京当局气到几乎失控。或许你很难想象，短短4个字竟能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暴，但这是真真切切发生的外交事件，从未有哪一次像这样简简单单几个字就让北京当局暴跳如雷，手足无措。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探讨这场外交地震的前因后果，看看台湾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重获性命，而北京的反应又为何疯狂到近乎丧失理智。这背后牵动的是半个多世纪来两岸角力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十分值得我们细细道来。首先，我们要明白台湾国民这4个字有多么敏感稀有。自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以来，北京当局就在全球范围内极力塑造一个框架，那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唯一合法代表，同时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这对当时的台湾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国际法理上不仅失去了中国代表权，也等于丧失了在全球正式场合发声的席位。此后，北京将这项决议奉为一中原则的国际依据，逢人就强调联合国已经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冷战格局变迁，多数国家陆续转而承认北京政权并与之建交。与此同时，台湾的邦交国数目从当年的60多国逐渐减少，到了今日，台湾正式拥有的邦交国仅剩13个，大多是中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小型国家以及教廷。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在外交上都与北京建立了关系，官方文件中也刻意回避将台湾视作一个国家。可以说，过去半个多世纪，台湾不是国家，仿佛成了一条国际潜规则，大家口头上都遵循着这套说辞，以免触怒中国。然而，第2758号决议真的等于宣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其实并非如此。那项决议的内容只处理了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会员国们表决，让北京政权取代了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但决议通篇没有提到台湾，更没有宣示台湾的主权归属。决议既没有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也没有授权北京代表台湾行使权利。换言之，联合国只是决定了中国席位由谁来做，但并没有裁定台湾的国际地位。这点非常关键，台北当局从未接受北京在联合国取代自己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势单力薄。每年虽然透过邦交国请求联大讨论台湾参与问题，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北京则反复在国际场合暗示，甚至明言，联合国已经确认台湾属于中国。许多不明就里的国际舆论也因此产生误解，仿佛台湾问题在国际法上已有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台湾政府这些年一再对外强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只可惜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大多选择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各国政府顾及北京的态度，不愿在台面上触及台湾主权未定这种逆鳞话题。于是数十年的一场集体装睡就这样持续着，大家心照不宣地回避台湾国家地位这个雷区。与此同时，台湾自身也在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经历数十年的威权统治后，台湾在1987年解严，90年代逐步推动民主改革，最终于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和平转型为自由民主社会。随着民主化进程，台湾人民的国族意识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越来越多民众将自己认同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在21世纪的今天，各项调查显示，有高达80%的台湾居民以台湾人作为主要身份认同。台湾政府也在民主化后调整了自身定位，早在1991年就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治权主张，专注治理台湾本岛及附属离岛等实际管辖区域。这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事实上已承认了海峡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过去台北政府对外声称
代表全中国，如今则转为强调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主决定。台湾的民主发展与本土意识让台湾是一个独特主体的观点在国际上更具说服力。毕竟当今台湾是一个运作成熟的民主法治社会，拥有2300万自我认同为台湾人的人民，他们的意愿与人权不容忽视。正因如此，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本质不是冷冰冰的领土争端，而是千万活生生人民的自由与未来。其实在这种表面文章背后，许多国家对台湾的地位采取的是战略模糊。例如，美国在与北京建交的公报中仅仅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关于台湾主权的主张，但从未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美国国内通过台湾关系法明文保障与台湾持续往来，并协助其自我防卫。这说明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不等于北京的一中原则，美方其实保留了态度上的空间。欧洲多国也是类似，虽然与北京建交，但强调两岸问题应和平解决，反对以片面方式改变现状，对于台湾的定位则刻意保持模糊。换言之，很多民主国家政府心里明白，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省份，但为了照顾外交现实，不会在台面上挑明。他们表面上遵守游戏规则，不在正式文件中称台湾为国家，但私底下依然与台湾保持密切的经贸和人员往来。这种微妙平衡维持了很多年，大家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但也没有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然而，这扇紧闭的大门只要留着一条缝，早晚有被撑开的一天。近年来，中国自身的行为开始让这条缝隙越撑越大。随着21世纪的展开，两岸情势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那种默契式的平衡出现了裂痕。中共当局近年来奉行所谓战狼外交，也就是态度极端强硬，逢人必呛，不惜撕破脸的外交风格。他们频频以愤怒和制裁相威胁，试图压制任何对台湾稍有友善的言行。更有甚者，北京在2005年通过了所谓反分裂国家法，将非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选项公开写进法律。该法宣称，若台湾朝法理独立迈进，或出现统一无望的情况，北京将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手段及其他必要措施。这等于预先为对台动武寻找借口，直接将武力犯台合法化。台湾人民长期生活在此类武下阴影下，却依然坚定走自己的民主道路。这份勇气与坚持更是让国际社会肃然起敬。比如，有国家议长刚表态要访台，北京就以经贸制裁威胁，某国政府文件用了台湾政府这样的称呼，北京立刻抗议召回大使，甚至冻结双边交流。这种咄咄逼人的作风，短期内或许让一些国家有所顾忌，但长期下来却开始反伤了中国自己的国际形象。不少民主国家的政界人士和公众对中国政府的好感度近年来急剧下滑，对中国扩张野心的担忧与日俱增。各种民调显示，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共政权几乎失去了信任。总之，北京试图用恐吓维持的沉默，正在被他自己一手毁掉。接下来，我们就举几个重大事件来看看这个风向转变的过程。首先是香港的巨变。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运动。然而北京不但没有妥协，反而在1年强行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全面扼杀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治。东方之珠的高度自治几乎一夜消失，民主派异议人士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迫流亡，香港的言论自由迅速凋零。这一幕幕透过媒体传向全球，让世界各国亲眼见证了中共政权对自由的无情碾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彻底失败，犹如当头棒喝，使得台湾朝野和民众更加坚定地拒绝接受北京描绘的统一前景。因为香港的遭遇证明了，北京的承诺可以说变就变。对国际社会而言，香港沦陷也拉响了警报。今天香港的命运很可能就是明天台北的下场。如果台湾落入北京手中，民主体制恐怕也将转瞬消失。正因如此，香港事件之后，国际舆论对台湾的同情和支持明显上升，许多国家开始更直白地声援台湾维持现状的权利。
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番惊人之语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但在香港巨变后，类似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常见。自由世界开始意识到，捍卫台湾其实就是在捍卫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与安全。台湾不再被视为一个遥远陌生的小岛，而是民主阵营的一员。接着，新冠疫情期间，台湾在国际组织中遭受的不公待遇，也让世人重新审视对台政策。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台湾因防疫得当、信息透明，确诊和死亡人数长期维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堪称防疫模范生。对比之下，中国最初隐瞒疫情信息且拒绝国际调查，引发各国普遍不满。疫情期间，许多国际人士开始质疑，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仍然把表现优异的台湾拒之门外？原来这背后正是北京从中作梗。中国坚持 WHO 不得邀请台湾以哪怕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宁可让全球防疫少一块拼图，也不肯给台湾任何国际曝光的机会。这种做法实在过于狭隘，也危及全球卫生安全。因此，自2020年起，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等国的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都公开发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 WHA， 但北京依旧我行我素，硬是阻挡了台湾参与。这件事让更多国际人士看清，中共可以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较之下，台湾的存在不应再被忽视。国际上一股台湾可以帮忙 Taiwan can help 的声浪自下而上兴起，更强烈地质疑过去对台不公平待遇的合理性。北京对台湾的打压在这场全球危机中显得格外刺眼。民主阵营开始认为有必要适度调整以往过于苛刻、排斥台湾的做法。再来谈乌克兰战争对台湾问题的间接影响。2022年，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这场欧洲二战后最大的军事冲突震撼了整个国际秩序。民主国家群起谴责俄国，并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同一时间，许多人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远东的台海。乌克兰的今天会不会就是台湾的明天？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威权国家一东一西，皆对邻近的弱小民主国家虎视眈眈，这种相似性引发了全球战略界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警告北京不要对台湾轻举妄动，并加强了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七大工业国 G7 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联合公报里，也前所未有地纳入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一切都表明，台湾安全问题已经国际化。而对中国而言，乌克兰战争是一面镜子，西方国家展现出的团结与决心意味着，若他贸然犯台，可能面临类似甚至更严厉的国际制裁与围堵。在这种氛围下，欧美对台湾的支持不再只是口头声明，而是包括更实质的行动。美国不仅持续对台军售，还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和科技合作。欧洲议会也多次派团访问台湾，并通过决议呼吁欧盟深化对台关系，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可以说，台湾正从孤军奋战走向盟友齐援。民主阵营已经意识到，一旦台海失守，整个国际秩序将遭受极大冲击。这不只是某一国的事情，而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共同责任。然而，每当国际上对台湾展现善意时，北京方面的反应几乎都是暴跳如雷、过度失控。举几个例子，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不顾中国警告毅然访问台湾，这是美国政府排名第3的高层25年来首次访台，此举令北京震怒。中共随即在台湾周边展开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多枚飞弹直接飞越台湾上空，甚至落入日本附近海域，引发区域紧张。北京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以武力恫吓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家。然而，结果适得其反，解放军尽管声势浩大，但在其军演后短短几周，又有更多西方国家议会代表团接连造访台北，包括欧洲议会副议长以及英法等国的国会议员等。大家用实际行动告诉北京，一场军演吓不倒民主国家。再比如，
立陶宛事件。2021年，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顶住压力，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北京勃然大怒，不仅将两国外交关系降级，还对立陶宛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禁止进口立陶宛商品等等。本以为立陶宛会因此屈服，没想到欧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不仅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控告中国违规制裁，德国、法国等大国也纷纷表态支持立陶宛，加码在经贸上给予协助，以缓解其损失。这件事闹到最后，中国不仅没能逼倒立陶宛，反而让自己在欧洲的声誉一落千丈。欧洲更多国家开始反思，如果连一个小国释出对台湾的友善都要遭中国如此霸凌，那我们是否更应该联合起来，更明确地对抗这种威吓？可以说，中国靠恐吓维系的禁忌结界正在逐渐崩解，越来越多国家认清退让只会换来禁逼，唯有团结一致，坚决抗衡，才能打破威权给世界套上的枷锁。种种迹象显示，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态度正在改变。然而正当这股趋势蓄势而起之际，中共在2025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它将对台湾人士的迫害手段无限延伸到海外，当众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25年11月初，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忽然播出一则长达7分多钟的特别报道影片，内容是起底台独分子沈伯洋。片中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沈伯洋描述成民族败类、台独顽固分子，声称中国公安机关已经对他立案侦查，准备对他发出全球通缉，誓言将其缉拿归案。影片最后，央视主播甚至以威胁口吻放话，下一个就是你，仿佛在警告所有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士和国际友人。消息一出，整个台湾舆论一片哗然，一名台湾民选立委竟被邻国官方媒体公开点名，扬言全球追捕，何其荒唐！要知道，沈伯洋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身为立委，他的言行完全符合法律，轮得到中国来对他通缉吗？北京此举严重践踏了国际法和国与国间互相尊重的原则。台湾政府方面迅速强烈回应，总统府和大陆委员会纷纷谴责北京的无理行径，明确表示中国对台湾人民没有任何司法管辖权。陆委会主委更呼吁各国政府务必认清并拒绝配合中国非法的跨境追捕行动。民进党也在第一时间痛批北京蛮横到丧心病狂，指出这种跨境绑架式威胁就是近年来国际上臭名昭著的跨境镇压手法之一。确实，回顾过去几年，中共在海外打压异议人士的恶行层出不穷，包括设置秘密警察站强迫流亡者回国，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等例子。然而公开扬言跨境抓捕台湾现任立法委员还是头一次。北京本想以张牙舞爪的姿态制造恐惧，吓阻台湾内部和海外支持台湾的人，却完全误判了形势。这种举动不但无法令台湾人屈服，反而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中共政权的霸道与疯狂。可以说，北京把自己塑造成了国际法治的公敌，原本想用恐惧压迫台湾，结果却引发了自由世界更坚决的集体反弹。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在此次事件之前，北京方面早已罗织出所谓的台独黑名单，他们曾陆续公布几批被贴上台独顽固分子标签的台湾人名单，包括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前驻美代表萧美琴、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等知名政治人物，以及几位长期提倡台湾主体地位的民间人士。对这些人，中共扬言要对其终身追究刑责，甚至有地方公安对其中部分人士发布悬赏通告。然而，由于这些台湾人根本不可能踏入中国境内，北京除了口头恐吓并无他法。台湾社会对中共这种黑名单多嗤之以鼻，认为无非是对内宣传的政治把戏。然而这次对沈伯洋发出全球通缉，性质就大不相同了。第一，沈伯洋是现任民意代表，北京直接对他下手，等同于挑衅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第二，中共企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等管道，把这场政治迫害伪装成国际刑事合作，这不仅是对台湾内部的恐吓，更是直接要求国际社会配合其践踏台湾法统。这两点
远远超出了各国能容忍的底线。难怪台湾官方严词抨击，这是对两岸关系、区域和平以及台湾人民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对整个自由世界公然的挑衅与安全威胁，必须予以严厉谴责。北京的疯狂举动无形中把自己推上了全球对立面。果然，就在北京自以为得计，对台湾摆出一副天网恢恢架势的同时，国际上很快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制声音，而且是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股反弹的焦点就体现在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项承认台湾国民的国际决议上。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11月22日，地点在荷兰海牙。全球支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主要政党领袖齐聚荷兰海牙，出席国际自由联盟 Liberal International 简称 LI 第209届执行委员会会议。这个组织来头可不小，成立于1947年，已有70余年历史，被誉为民主世界的母组织。其会员来自近60个国家的120多个自由民主政党，清一色是各国的自由派、民主派执政党或主要在野党，例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德国的自由民主党 FDP、法国的中间派民主运动，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民主演进党等都名列其中。这些政党多数在各自国内拥有国会席次，不少还曾执政或参与执政，对本国政府政策有相当影响力。可以说，国际自由联盟是一个超越国家层级的自由政党联合国。当这样级别的组织通过决议时，往往意味着国际舆论风向的转变。台湾的民主进步党也是该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常年积极参与其活动。这一次海牙会议，民进党派出了2位年轻立委范云和沈伯洋代表出席，其中范云同时担任国际自由联盟副主席。正因有他们的积极倡议，加之沈伯洋刚好成为北京跨国镇压的最新目标，各国自由政党对此高度关注，于是紧急动议讨论，并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谴责中共对台湾人民的跨国镇压紧急决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项针对沈伯洋事件的决议外，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另一项相关决议，名称是捍卫民主与全球秩序，支持台湾的民主韧性与国际参与。2项决议相互呼应，都清楚向世界宣告，自由民主阵营将坚定和台湾站在一起，共同对抗来自威权主义的威胁与挑战。我们重点关注那份与台湾国民有关的跨国镇压谴责决议。根据公开文本，决议明白无误地指出了以下几点：首先，强烈谴责中国当局近期对台湾人民进行的跨境恐吓和司法迫害行为。第二，宣示中国对台湾人民不具有任何法律权利或司法管辖权，中国试图将其国内法律延伸适用于台湾人是非法的、滥权的。第三，认定中共运用所谓红色通缉令等手段跨国追捕台湾人，已经严重违反人权与国际法原则。第四，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加强法律保障与国际合作，防堵中共这类跨境镇压和长臂管辖等威权手段。第五，明确澄清并重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该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从未裁决台湾主权地位，更未授权中共代表台湾。因此，各国政府应正视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与重要性，积极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不能再让中国片面曲解历史文件来排除台湾。这些措辞可谓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每一条都直接击中了中共多年来对外宣传的要害。尤其第二点明言，中共对台湾国民没有司法管辖权，等于在国际法框架下正式宣告，北京声称对台湾拥有的主权与司法权是虚妄且非法的，这无疑当众撕破了中共半世纪以来精心构筑的法律谎言。一直以来，北京最喜欢向国际宣称的说法，莫过于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让中共代表全中国包括台湾。如今这份决议公开澄清了事实，等于当众拆穿了骗局。决议措辞中甚至出现，当一个政权在境外威胁、追捕他国公民时，国际法视其为跨国有组织犯罪，这样严厉的定性。换言之，
国际自由联盟在决议中首次把中共政权定位为跨国犯罪集团，平时各国外交场合顶多批评某国政府侵犯人权、破坏规则，极少使用如此不留情面的字眼，这足见自由世界对中共行径的忍无可忍，以及这次决议在用语上的划时代突破。与此同时，另一项捍卫民主与全球秩序决议则从更宏观层面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该决议谴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持续打压台湾，企图透过军事和政治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决议肯定台湾在全球对抗威权主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引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一句话：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印太乃至全球繁荣的基石。事实上，台湾在全球经济中，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半导体晶片制造领域占据全球过半产能。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全球晶片供应链将遭受严重冲击，继而引发世界经济的震荡。因此，维护台海和平不仅是价值理念，更是各国的现实利益所在。决议也批评中国长期曲解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来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呼吁各国政府认清事实，别再被中共片面的历史说辞所误导。各国应更积极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强化台湾的民主韧性，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份决议等于在更广义的高度将台湾议题上升为民主对抗威权的象征。它和前述紧急决议一样，都发出了民主世界齐声挺台的明确信号。民进党代表范云和沈伯洋也在会中积极发言，向各国代表详述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渗透、破坏等手法，呼吁民主国家必须联合起来提高警觉。范云强调，中国威权扩张已是全球课题，唯有民主国家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沈伯洋则分享台湾近年来如何建立法治与社会韧性，来抵御中共的渗透与干扰。他们的呼吁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可见台湾人在国际舞台上早已不只是受害者，同时也是积极的贡献者与倡议者。这些因素都让决议的通过水到渠成。当决议在会场上无异议通过时，全场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这掌声不仅代表对提案人的肯定，更是对这一历史性突破的欢呼。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次公然、毫不含糊地使用 Taiwanese nationals 台湾国民这个词汇。要知道，国民 nationals 一词在国际法律和外交语境中有特殊含义，指的是一个主权实体的公民。例如说，法国国民当然就指向法国这个国家，同理，台湾国民自然指向一个名为台湾的政治实体。过去各国基于忌讳，经常使用台湾居民、台湾同胞等称呼，就是不愿碰触带有主权意涵的国民。如今这4个字堂而皇之地写进国际决议文件，其象征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对台湾人民来说，这是久违的尊严和光荣。自上世纪70年代退出联合国以来，台湾二字几乎从正式国际文件中消失，更别提台湾国民这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表述。现在我们终于在国际台面上听到了属于自己的称谓，被当作一个主体来严肃讨论。许多台湾人看到这则消息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直呼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对国际社会而言，这几个字也划破了长久以来的模糊地带，给台湾人民一个清晰定位。是的，他们并非别国的臣民，而是一个拥有自身身份的独立个体。过去各国出于顾忌不愿明说的，如今终于有人大声说出了口。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令许多长期关注台湾议题的国际人士深受鼓舞。而对北京政权而言，这几个字简直像一记狠狠的耳光。中共外交系统过去最害怕的就是听到国际上有人谈论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现在虽然没人直接宣布台湾是独立国家，但台湾国民不是中国国民，这句话已等同于间接否定了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有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在私下场合对此决议暴跳如雷，斥之为严重的挑衅。可想而知，这种外交上的羞辱令北京当局极度恼火，
他们苦心经营的话语霸权正被当众粉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海牙会议期间，沈伯洋亲自在国际舞台发声，喊出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句话。在象征国际正义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ICC 前，沈伯洋拍下一张照片并配文写道 Taiwanese nationals are not Chinese nationals， 台湾国民不是中国国民。短短一句宣誓，直接点出了台湾问题的核心真相。这句话传开后，许多人惊呼，这简直可以载入未来国际关系教科书的名言。没错，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长期以来却成了政治禁忌，不能说破。沈伯洋如此大胆而正式地在国际场合说出这句话，标志着台湾的主体意识首度在全球亮相。对台湾人来说，这8个字说到了心坎里，我们终于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一回。台湾政府对此也表达了高度的欢迎与感谢。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这项决议证明国际社会日益支持台湾，也认清中国无权代表台湾的事实。台湾对所有友邦的声援深表感激。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感谢国际自由联盟伸张正义，强调台湾将持续坚定捍卫民主自由，积极争取国际参与，不会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许多台湾民众也在社群媒体上热烈讨论此事，直呼真是大快人心，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对长期在国际上受打压的台湾人民而言，这份决议带来的精神鼓舞实在难以言喻。对国际友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讯号，代表着新的共识正在形成。而对北京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的外交系统一时陷入当机状态，竟有人如此直白地挑战他们常年的禁忌。北京本想把沈伯洋塑造成一个杀鸡儆猴的恐怖样板，不料却让他变成全球民主阵营的英雄与代言人，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由此可见，北京此次的误判与失控，势必给自身带来长远的外交负资产。放眼未来，我们可以说，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这次在海牙奏响的序曲，很可能只是民主国家联手对抗中共跨国威权的开端。当台湾国民 Taiwanese nationals 这几个字堂堂正正地写进国际决议之后，其后续效应将无可逆转。或许真的如人们所预言，今天是国际自由联盟，明天可能就是更大的区域性组织，后天则会有更多国家政府正式表态。这份决议仿佛推倒的第一张骨牌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一发不可收拾，国际社会势必更加公开地拒绝中共以法律文字编织的假一中论调，而台湾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空间与尊重。其实，在这份划时代决议出台前，就已经有一些征兆隐约可见。例如2024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台北举行全球峰会时，也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典范决议，明确认定联合国2758号决议未对台湾的地位做出决定，并呼吁各国支持台湾重返国际舞台。从国会到政党，国际政坛都在形成这样的共识。美国国会2023年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清楚阐明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包含台湾，美国政府应对抗中共扭曲该决议、排挤台湾的图谋。欧洲议会也在决议中强烈拒绝并驳斥中共歪曲2758号决议的行为，要求欧盟协助台湾拓展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七大工业国 G7 近2年的峰会联合公报都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首度提及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体系。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国际间挺台声音的持续累积，而海牙决议可以说把这股趋势推向了一个高峰，相当于给先前分散各处的声音盖上了一枚国际联盟的官方印章。未来我们很可能在更多场合见到类似的表述被引用、被复制，甚至下一步不排除某些国家的政府直接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台湾人民或台湾国民这样的措辞。如果说从前各国顾忌北京的反应而有所保留，那么如今既然有一个由60国政党组成的国际组织带头冲破禁忌，也就给其他国家吃下了定心丸。正如多米诺效应一样，国际风向已然改变，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台湾要真正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依然是道阻且长。北京握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只要中共政权一日不改变态度，就几乎不可能让联合国会员国2/3多数同意接纳台湾。然而国际政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这次决议带来的冲击，台湾重返联合国还会远吗？这样的疑问如今听来已不再天马行空，至少各国可以透过更多创新的方式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例如在不触及正式会员资格的前提下，支持台湾以观察员或其他特殊身份参与更多的国际组织，又或者推动联合国体系重新检讨2758号决议的适用范围，澄清台湾并未被包含其中，进而为台湾寻找参与国际事务的替代途径。事实上，台湾方面也一直努力不懈。2024年，台湾政府就在推动联合国相关倡议，着重驳斥2758号决议遭曲解与滥用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正视这项历史谬误。现在有了国际自由联盟决议的助力，台湾的这些国际倡议无疑多了一份重要支撑。未来数年内，如果我们看到更多联合国会员国在大会发言中提及台湾，呼吁联合国别再错用2758号决议，也不必惊讶，因为这背后的种子正是通过此次海牙决议等努力所播下的。长远而言，一旦国际社会形成共识，认定台湾不应再被排除在外，那么即使中共反对，也可能出现某种折中方案，使台湾能以一定形式重新融入联合国体系。这些发展以前看似遥不可及，现在却开始变得可以期待。历史上也并非没有类似的案例，昔日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虽然彼此都声称拥有代表整个民族的主权，但最终这两对政权都能同时加入联合国，形成事实上一个民族两个代表权。或许未来在国际组织的安排上，两岸也有可能找到新的共存模式，在维持台海和平的前提下，让双方都各自参与国际社会，不失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思路。当然，以目前情况看，北京当局对此依然强硬否定，一口咬定只有他能代表台湾。不过随着国际思维的转变，这种陈旧立场将愈发站不住脚。只要台湾2300万人民在这个世界上坚定存在一天，就没有人能永远否认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一切都在变。如今，台海局势的变革契机已然浮现。对北京当局而言，这份决议无疑打在痛处，他们或许会故作镇定地贬低决议，声称这没有法律效力，只是民间组织自说自话。然而越是如此歇斯底里，越暴露出他们内心的恐惧与焦躁。毕竟政治和道义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这份决议所传达的价值立场，必将影响各国对台政策的讨论方向，为未来各国官方采取更大胆的挺台行动奠定舆论基础。他们心里其实非常焦虑，因为这次事件证明了他们无法再一手遮天，至少在民主世界里，他们的影响力正日渐式微。更令北京担忧的是中国国内民众对这些外部变化的反应。中共常年对内灌输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论调，如今这项国际决议等于当众打脸，如果国人知道真相，势必对当局的公信力造成冲击。因此我们看到，北京对这次决议几乎完全噤声。中国国内媒体对国际自由联盟这场历史性会议只字未提，网络上如果有流传相关信息，也会被迅速删除屏蔽。这再度印证了北京心虚的本质。如果他真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又何惧不同的声音？唯有心中有鬼者，才害怕人民听到真相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自由联盟这项决议，除了在国际上对抗中共的跨国恶行外，也对其国内舆论造成了一定牵制。北京现在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继续强硬吧，只会促使更多国家站到其对立面；若想缓和吧，又无法向国内强硬派和民族主义交代。一个政权若只能靠谎言和恐惧来维系，那它的失败也只是迟早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处境，北京政权又能如何自处？继续咆哮抗议吗？那不过是自暴其短，让更多国家看清它的霸道本质，改弦易辙，放弃对台敌意吗？短期内他们不可能低头，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对内更加封锁消息，对外逞强到底。然而这种策略真能长久吗？靠谎言与威胁维系的权力终究脆弱不堪，一旦真相在国际传播开来，谎言就再也圆不下去。北京可以暂时封住国人的耳目，却无法扭转国际支持台湾的潮流。展望未来，台湾距离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或许已经更近了一步。虽然前路仍有风浪，但台湾人民绝非孤军奋战在我们身后，有越来越多理念相同的伙伴与盟友。在国际风云诡谲之际，台湾凭借坚定的民主信念和冷静的应对策略，赢得了尊重与支持。这次台湾国民能够堂堂正正出现在国际决议中，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北京试图以高压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但现在这道封锁线正被撕开一道裂缝。台湾凭借韧性与实力，在困境中一次次转危为安。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只要我们坚守民主自由的价值，加强自身防卫的能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当世界看见台湾的进步与努力，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伸出援手。这场外交地震的余波或许才刚刚开始发酵，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浪等待着台湾，但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保持信心，因为台湾走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台湾加油，民主加油，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国际舞台，早日迎接堂堂正正的台湾再次登场。